宾小韩29岁，来自辽宁，是策划师；女嘉宾小南28岁，同样来自辽宁，是一名文员。来，有请这对夫妻。欢迎两位啊！你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你说管不住他的人，我就得管住他的钱。为什么管不住他的人呢？因为现在不像以前了，都出去不告诉我，然后也不带着我出去。哦，他瞒了你什么事儿被你发现了呀？他跟异性朋友出去不告诉我，还有跟大学同学出去他也不告诉我。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他管我要钱我才知道的。哦，他要不管你要钱，你也就不知道了，是吧？你怎么出去不跟老婆打招呼呢？他那个这个事儿来的比较突然一点，是我之前的同事，2个女同事，他们搬家，我回去去帮忙也挺正常啊，但是正常吗？那有什么不正常？我们之前吧一个单位处理都比较好啊，那他怎么不找别人呢？找你呢？因为我们家也是一个地方的，家是一个地方，老乡，对，我们都是在外地打拼，不是吗？然后我合计2个女同事请我吃饭，我就感觉男人吧应该绅士一点，应该回请啊。但是我媳妇儿对我经济上制裁的比较严重，每个月兜里零花钱就不到100块钱，我就给我媳妇儿打电话，我说你个支付宝给我打点钱吧。她说那个为什么打钱？我就说请你吃饭呢。后来她就挺不高兴的，钱就没给我打。那不是因为你告诉我吗？不仅这个搬家的事找他，然后失恋了也找他。你说人家失恋找你干啥呀？还是那2个女同事吗？啊，是2个女同事其中的一个。我去了也没做什么呀，就陪人家搁商场逛了3个小时，逛3个小时我就给人家送回去了，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那谁知道啊？你说万一人家哭了啥，你哄哄人搂搂抱抱的，我也没看见，我怎么知道啊？反正我现在就特别没有安全感。你说我管不了你的人，我再管不了你的钱，那以后到时候出问题了怎么办？那我是一心一意对你的，怎么能出问题呢？那有一次他都找家里来了，我问他你干啥去，他不告诉我，他说一会儿回来，然后结果下午才回来。他那回是他们家里那个下水道堵了，他也想到我，因为我就感觉我就像一个大哥哥似的一样，需要照顾一下嘛。他想到我也不好意思那不去啊，我就帮忙把下水道给通了一下，然后我也得准时就回来了。就是说他搬家找你啊，对，搬完家下水道堵了找你。她男朋友走了，她也找你，她还有什么事儿不找你？其他的咱没有什么事儿了。除了这事儿还有呢，你说大学同学找他，他也忽略我，他每次他就跟朋友出去，他就给我晾着那儿不管了。你们不都是大学同学吗？啊，是，就跟他一个寝室的有一个男生，然后他上次有一次那个我们俩逛街逛挺好的，然后逛到晚上了，那个大学同学来找他谈点事儿，然后呢他就说的。啊，你把我衣服拿回去吧，你自己先回去吧。完我一听我就特别生气，大晚上这么晚你让我自己回，你放心吗？他一提这件事儿我就特别生气，因为你说之前吧，我请我那女朋友女同事吃饭，他不给钱也就算了，因为我跟那个男同学出去他还不给钱，他总在经济上制裁我，制裁特别严重，然后叫我很没有面子。1个月零花钱多少钱？几十块钱。几十块钱？有时候多给点。不是，最多1个月给多少？100块钱。最多1个月给100啊？其实100块钱吧，其实我不抽烟也不喝酒，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够用的。但是你说我那个同事之间有一些同事出去聚餐我都不好意思去，我得2个月攒在一起才敢去，因为我钱不够用啊。管这么严呐？那他不告诉我，你说那男的手里钱多就会学坏的。女生是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管男生的钱，是吧？对呀。听明白了。除了钱之外，还有什么憋屈事儿吗？除了钱方面呢，他就是特别喜欢耍小脾气啊。就比如说那回吧，就是我那大学同学来那天，就因为我不送他回家，他居然打110报警，想让警察来抓我。那我不没报吗？不是因为你给我气着了，我跟你说不明白话，我给你妈打电话，你也不让，咱俩吵吵起来了，然后你拽我，我就只能打110了。不是你打110怎么说的？没打上。后来我就把电话给响下来了，响下来之后，他把我电话摔了，而且还把那天新买的衣服给扔垃圾桶里了。那你不是因为忽略我了吗？啊，好，知道了啊。你们住哪儿？自己过是吗？不是，那不是跟我父母住。
跟你父母住？对，因为咱俩买那个婚房还没下来呢。主持人一提到这个事儿，我就特别窝火。他非要搁他家住啊，从老丈母家住像倒插门似的。平常我自己的放衣服的地方都没有，他都不给我。他说那是他家，他说了算。他要出去租房子，我就是不同意。在我家住多好啊！你说我们这水电煤气费都省了，你挺会算啊。在父母家住多舒服啊！啊，是不是就这些生活琐事让你们俩挺不愉快的？是。还有大事儿吗？大事就是我们俩结婚度蜜月的时候去旅游。正来讲，你说他在家里睡懒觉不愿意起床也就算了，去旅游跟那导游团走啊，定的是早晨7点半，就正式上车出发，他非要7点20起床，然后导游都急得不行了，整个旅游团20多号人就等我俩。不是，我们俩不是最后一个，就因为这个起来晚了着急忙慌吃饭，把那个结婚戒指都给丢了。那是你丢的，因为你太着急了，然后磨磨唧唧的。以前上学的时候，我看你不怎么爱说话，完这最近结完婚之后磨磨唧唧的，老磨磨叨叨的。你说你性格那么慢，你说我性格急，你本来我想咱俩可以互补一下的，但是也没互补成啊。结婚之前得取那婚纱照不是吗？因为那个婚纱照尺寸特别大，我有朋友他说我开车可以给你送，跟人家定的是早晨10点，他非要9点半起床，再化个妆，他非要10点10分出门，你求人家办事儿，人家给你他爱睡觉是吧？对行。我睡觉怎么了？睡觉还影响你了？哎呦，别撅嘴好吗？谈了8年恋爱对大学就开始谈。对，为什么谈了8年才结婚呢？因为你开始毕业前就是也闹过分手为啥呀？属于异地恋如果我不到他这个城市来，他不可能到我家那边去呀。因为我家那边属于那个县城嘛。没有他家那边能好一些。然后我为他来了，开始到这个城市来工作，特别费劲。你找了2家公司也没干时间太长，因为户口的问题。我们俩走在一起也挺不容易的。为他就来了，但是没想到8年的恋爱终于走到一起了。就是感觉我们俩是不是这8年坚持都错了明白不是，刚开始我父母不同意。为啥呀？因为他家条件不好。那你为什么非要嫁他呢？因为我感觉跟他对我特别的好。对你特别的好。然后我们俩就是感情非常深，我就不想跟他分手。完了，我父母就老说我。你可别哭了，行吗？还挺可爱。来，回来我接着问别哭姑娘。这8年他变化大吗？应该说挺大的因为之前在学校的时候，他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就是性格慢，而且就是懒。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挺好的，没有，因为结婚之后在他家生活吧，我一个是我自己感觉特别，一直想出去住，他就不同意就非得把就是懒是吧？对，那个一提那个懒的事儿吧，还有一个特别没有面子的事儿。我家那个小县城吧，因为离农村比较近，起来的特别早，早晨7、8点钟就起来干农活啊。然后他呢到我家去了，你说你1年不回去几趟？去了之后早晨12点多才起床，我家邻居那是中午对，中午12点多那是中午，不是早上对，他从头一天晚上一直睡到那个第2天中午12点多，我家邻居过来看看我俩，他在床上睡觉，你说人家邻里之间过来看那多不好我俩住没几天走了倒无所谓，你说邻里之间人家好说，你说他家那个儿媳妇好吃懒做的，就这种感觉。不用这个词。好吃懒做，他们老看我呀，那结婚的时候不已经看过了吗？老看呢，我又不是动物园大猴子。他不是咱们2个回去一趟挺不容易的吗？我问问你这8年体重变化大吗，姑娘？我从小就这么胖然后上学的时候减肥瘦了一些因为以前老被男生歧视，所以我就男生歧视你什么呀？我胖说你胖是吧？然后我就减肥嘛大学减了30斤。哇，厉害！
后来我就认识他了，他不嫌我胖，他对我特别好。他喜欢你这样是吧？他不嫌我胖。然后我们一起学习什么的，咱们是学会计的，然后一个班男生特别的少。然后咱们俩一起学习，一起吃饭，然后他家钱给的少，我就给他拿点儿。我就感觉就特别开心。然后你们俩等于这个在大学时期算抱团取暖是吧？今天谁要求来的呀？是我要求来的，因为我就是觉得我俩在一起处了8年了，终于在一起了，但是不是我们两个想要的这种生活了，就担心以后会出问题害怕了。对，是。你担心吗？我也担心，我担心他老因为朋友忽略我哪天。你担心他跑了是吧？你为什么担心他跑呢？不是对你挺好的吗？因为他那2个女性朋友都长得比我好看，比我瘦。对，但他们2个长得是比你好看，比你瘦。不是，这不会说话。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实话实说啊，就是比他长得好看，比他瘦。那个那是实话吗？这臭小子气死人了。他胖归胖，但是他在你眼里好看对，因为我觉得吧，人适不适合自己跟那个高矮胖瘦没关系，不好看真没有关系。这适合你吗？因为我感觉我媳妇长得也挺可爱的呀。可爱。因为人在一起吧，好看不好看并不重要关键是心肠好就行。没打算跟那个老乡跑吧？我要跑，我早就跑了。这个说实话。结婚之前他就有一个，他家那边给他介绍了。结婚之前还有一个呢。他说那个是家里有钱，完了想让他去倒插门，然后我就是成天磨他，给他磨我家这边来了。你把他磨回家的？我老给他打电话。我给打电话，我就哭了，因为我感觉异地恋啥的处不好嘛。我那回就是大学毕业实习期间家里给安排了一个工作。后来因为他经常别说工作的事儿不是有一条件特好的女生吗？说那个女生的事儿，有没有跟人说过那女生条件好？他说了。说没说？条件好，但是你家条件也不好啊，这咱们2家都是正常家庭，不是吗？你不说那女生家是你家邻居，就是稍微有点钱做买卖的，然后让你去倒插门吗？他那个是我家邻居吧，就是父母之间一直想让我俩好，但是我觉得做倒插门不好，因为我挺珍惜我们俩这个8年的感情。明白了。这事儿听起来特别琐碎，但是很生活，它普通，它平淡。他鸡毛蒜皮，但是恰恰这种事儿最磨感情，是吧？对，特别闹心感觉有点受不了那个。女生呢？我不想分，他对我特别好。他对你好。然后他早上给我做饭，他给我洗衣服。他给你做饭，他给你洗衣服。然后我们俩那你干嘛呢？我睡觉。你睡觉呢原来如此啊。我们这几年感情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嘛，所以得好好珍惜，对不对？对。女生说了，因为你对我好，我怕你走，所以我要管住你的钱袋子。男生说，其实我真的对你好，没什么花花肠子，你就给我宽松一点呗。我和你哪怕他给我的钱，对，你不就宽松一点吗？你这知道得超过200块100块也可以这叫在外面有点面子，对我要求不高。不高，应该怎么办？听他们的意见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表面上没有任何的一些原则的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儿。但是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分手的情侣和离婚的夫妻，他们也没有很多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因为原则性的问题太容易被规避和注意了，所以让彼此离开转身而去的大部分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这位姑娘呢，我是觉得在你内心中从小就有一种自卑，你总是觉得我身材不是特别好，总是担心别人看不上我，所以说但凡有个男生照顾你的时候呢，你会获得一种心理的安慰。但如果你真爱他，真喜欢他的话，我相信你不应该一月只给他100块钱。我怕他跑了。你怕他跑就是恐惧，这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婚姻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位姑娘呢，我给你提一个建议吧，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锻炼你的身体。当你的身心有所改善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懒，
你的自信会增加。当一个女人非常的自信，身材非常好，又不是特别懒的时候，你忽然发现她所经历那些事情或隐瞒你那些事情，可能都觉得无所谓了。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从自身改起，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有一种悄然的变化，也会客观的改善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好吗？好，谢谢阿梅老师。问女孩你一个问题，你懒吗？有时候挺懒的。你都在哪方面懒吧？我就是爱睡点觉，然后爱睡觉。我帮你说吧。不爱做家务，不爱运动。好，最重要的一点，你在对于对方的感受方面你也很懒，你懒得去关心他到底现在在想什么，就用一种简单的方法管住你的钱，1个月就给你100块钱，你一定就不会出轨了。你好懒啊，你都懒得去动脑筋呢。我就是你应该学会好好的经营你们的爱情。他带我去的话，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放心了。你不放心，对不对？你只是在家里说，哎呀，他在外面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很不放心。为什么不去找他呢？为什么不去多去理解他呢？为什么不帮他多做一些家务呢？为什么不把自己身体锻炼得很好，让自己很阳光呢？因为你懒呢。你懒得去付出，你懒得去想办法。你觉得他可能是不会跑，万一跑那就是因为有钱了，所以我要把钱拿住，好懒。感情的经营是这么简单吗？仅仅靠钱就可以抓住一个人了吗？而你做的很多的事情，懒的事情，刺痛了他。所以姑娘，解决你们的方法非常简单，动心思，不要让自己懒惰下来。要把心思多用在如何经营你们的感情，是多了解对方到底为什么这么有怨气。不是简单的一定是把钱把住了就可以的，感情没那么简单。男孩，你也挺懒的。我感觉我挺勤快的呀。我告诉你，你懒在哪儿？你就懒在心思上。你觉得如果跟他说我跟那2个同乡出去了，他会有误解，对不对？对。你说过。但他不相信，对不对？所以你懒得说了，你干脆就骗他。我出去一趟，我不告诉你。你懒更多于在于感情上也是不用心的。所以2位解决你们的问题就是勤快起来。这种勤快不光是说家务是这些事情，更多是在对于感情方面的勤快的去用点心做点事儿，一起去把感情经营好，好吗？就这样。一个是笨拙、懒惰却又可爱的女生，一个是诚恳、老实却又不懂拒绝的男生。说你笨拙是因为你根本不懂夫妻的相处之道，说你懒惰，所有不动脑子的事儿你确实是都干了。比如说，如果真正是一个善良的女人，要管住男人的胃，但你不做饭，你不做家务。聪明的女人管住自己的自尊，你口口声声说自己害怕他走，但你从来不努力。你说自己胖，但是从来不健身，只会功利的去管住男人的钱。你企图用这种极为懒惰的方式来维持婚姻的平衡，企图躲在自己父母的家里面来去缩减自己婚姻的成本，但是所有该流汗该努力的事儿你一件都没做。你口口声声说你害怕他跑，但其实我觉得将来真正如果你们会分手逼走他的不是没钱，而是你的懒惰和嫉妒。你会生生的把他逼走。你跟他相处了8年，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你有些事情你懒得做，就是因为他时时让着你，从大学时期就时时让着你，所以你得寸进尺。如果再像你这样下去的话，再好的男人也会从你身边离开。再说说男生，我说你不懂拒绝是你一个最重要最致命的缺点。我一直以来我是觉得一个男人除了对自己的亲人当中的女性和自己的爱人之外，任何其他的女性你都不可以展现你的关注和温暖。如果你是无意的对那些女人好，容易让那些女人误解。
但如果你是刻意的，那我只能说你是在献殷勤。那我觉得就是朋友不应该，就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就是我们不能够说控制住别的女性对你产生好感，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守住自己的本分。我们可以对别人礼貌，我们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和自己的妻子完成一些帮助别人的职能，但有些别人的私事是自己帮助不了的，所以不要去展现你的温暖，别人的事儿由自己去管。所以说女人要勤快起来，男人要懂得拒绝，彼此珍惜对方，我相信还可以继续走下去。就这样。胖没有什么不好，胖的健康，胖的自信就没问题啊。问题健康吗？自信吗？都没有。要克服自己心里的一些东西，开心的往前走，好吗？说实话，那俩老乡跟你老婆比，谁好看？我媳妇儿好看。哎，谁瘦？我媳妇儿瘦。你看，我相信你们俩热恋的时候，你会觉得全天下没有一个女人有她好看，是这么个意思吧？是。把那个热情找回来吧，剩下的时间给他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媳妇儿，其实我对你没有什么太大要求，我只是希望你在这个经济上对我制裁没有那么严重，让我在外面有点面子，给我留点地位。我感觉我有时候做的事情是有点不太好，以后我呢，会尽到做媳妇儿的职责。然后我希望你以后出门做什么事儿都带着我，告诉我，不要把我当空气。我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我也希望你能够想明白一些，因为我们俩8年的感情，毕竟走在一起很不容易的。我也知道，我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珍惜。希望我们彼此都好好想一想啊。你那句话我特别认同，都彼此的再冷静的想一想，能不能变？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跟我们节目互动的一些方式啊！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距离爱奇艺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接下来当然是看这对相识相恋8年、结婚几个月就矛盾重重的小夫妻，他们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行了，不可以了啊！我是刘海的。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希望我们两个以后都能够好好的，因为我们两个毕竟8年的恋情走在一起非常的不容易。通过导师的点评，我也明白了，我以后在办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你好好的去商量一下的。然后有些事情该拒绝的，就得去拒绝，因为我心里还是有你的，就是一直都是有你的。希望我们两个以后能够走下去，继续走下去。我以后一定会改的，我也会努力减肥。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减肥。亮灯吧啊！要保湿易背湿，其实就是女人要自信，胖瘦倒无所谓，健康自信最重要，好吗？谢谢主持人。回家好好疼媳妇儿啊！哎，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老师。